好吃不过家常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鹏。四季豆我们在家里到底要不要焯水？很多人都搞不清楚，而且怎样才能做出脆嫩爽口、好吃还入味呢？今天阿鹏这个视频我教会你，按照我这方法做出来的四季豆，颜色翠绿，不发黄不变色，吃着特别的入味好吃。最重要的是，全程做出来是非常简单的，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在家里轻松的把握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下吧。首先准备佐料，1斤新鲜的四季豆。接下来我们先把四季豆给它处理一下，先给它装在大盆里面，再往里面添加1大勺的食盐，再往里面再添加适量的清水，没过四季豆，将其给它浸泡起来。我们用淡盐水先把四季豆浸泡一下，先给它浸泡个10分钟备用。浸泡10分钟以后，我们再下手给它清洗一下。因为食盐呀，它有很好的杀菌消毒的作用，我们用淡盐水先把四季豆给它浸泡一下，就可以很轻松的把上面的一些虫卵呀，还有一些脏东西呀浸泡出来。经过浸泡以后，我们清洗起来就非常的方便了。我们将四季豆第一遍清洗干净以后，先把它控干水分捞出来，然后再重新的往里面再添加大量的清水，给它再清洗一遍。我们在清洗的时候要尽量的将它多清洗几遍，把里面的一些虫卵呀，还有一些脏东西，还有一些农药残留，通通的给它清洗干净。在经过反复的清洗过后，我们的四季豆就特别干净了，我们吃着也更加的健康和卫生了。将它彻底的清洗干净以后，接着控干水分捞出来，下一步再用手给它处理一下。我们用手把四季豆插头去尾的去掉四季豆的筋丝。如果你买到的四季豆长老了，它就会起筋的，所以一定要给它去掉，不然会非常的影响口感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今天买到的是比较嫩一点的，它是没有筋的。我们将四季豆插头去尾的处理好之后，接下来进行改刀处理，把四季豆给它用刀分切成大概4公分左右的小段，全部的改刀切好后，我们先把四季豆装在盘子里面备用。好了，下一步我们再准备些许的配料，准备少许的腊肉，把它改刀切成薄片。如果家里面没有腊肉的话，用普通的瘦肉或者是五花肉都是可以的，没有关系。全部的改刀切好后，我们先把它装起来备用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些许的小料，准备少许的大蒜。我们先用刀把大蒜拍一下，最后再将它改刀切成蒜末。大蒜切好后，我们再准备少许的生姜，也同样的把它改刀切成姜末。在烹饪的过程中添加一些姜和蒜，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去腥增香的效果。最后我们再准备3到4个新鲜的小米辣，把辣椒把去掉以后，把它改刀切成马蹄片。如果家里面不吃辣的话，这个我们可以不放的。切好以后和姜蒜放在一起备用。所有的主配料准备完毕，下面我们再准备个小碗，小碗中添加少许的蚝油，再添加适量的食盐，还有一丢丢的鸡精，再来上少许的白糖提鲜，最后再往里面再添加一点点的淀粉，还有少许的清水进来。用勺子先把它搅拌一下，把调料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。像这种需要猛火快炒、快速成菜的，我们可以先提前的准备些料汁，这样子可以大大缩的烹饪的时间，避免到时候手忙脚乱的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先把它放开一旁备用。好了，下一步起锅烧水，往里面添加1大勺食盐，增加底味，再添加少许的油，让四季豆颜色翠绿，不容易变色。等到水完全烧开以后，我们再将四季豆放进锅里面，把它焯水一下。在焯水的过程中，我们用锅铲给它轻轻的不停搅动一下，让四季豆可以均匀的受热和成熟。这种四季豆它其实有毒的，没有完全煮熟的四季豆它是会产生毒素的。我们在烹饪四季豆时，应该保证其完全的熟透。经过煮熟以后，可以破坏四季豆的毒素，这样子可以提高食用的安全性。但是我们在炒四季豆时，如果炒过熟了，又会非常的影响它的口感。
所以在焯水的时候控制在2分钟左右，把四季豆刚好的焯水至断生即可。焯水至断生以后，接着我们再迅速的把它控干水分，捞起来备用。下一步，我们再重新起锅，下切好的腊肉，开小火给它煸炒一下。先把腊肉煸炒出多余的一些油脂。我们将腊肉炒出油脂，炒香以后，接着再把切好的姜蒜还有小米辣放进来，然后再继续的开小火把它翻炒一下。先把小料炒出香味，将小料炒香以后，可以很好的去除腊肉的腥味，而且还可以让整道菜吃起来更加的香。全部炒香以后，紧接着再把四季豆重新回锅，然后再沿着锅边来上些许的米酒，进一步的去腥增香。接下来我们将火候调为大火，将它快速的进行翻炒，将其给它翻炒均匀。在这里我们需要给它翻炒个大概1分钟左右，把四季豆给它翻炒至彻底的成熟。因为只有经过彻底煮熟以后，才可以去除四季豆的毒素。如果不小心食用了没有煮熟的四季豆，可是会造成中毒的，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。我们开大火把四季豆翻炒个1分钟左右，接着开始进行调味，把提前调好的料汁倒进锅里面。调味以后，再立刻用锅铲给它快速的进行翻炒，把料汁给它翻炒均匀。我们将它持续的翻炒一小会，把料汁给它翻炒至充分的化开，把食材给它翻炒至入味。那么经过这样子的炒制以后，四季豆吃起来就会更加的入味好吃了。亲爱的小伙伴们，拍摄胡毅，如果觉得我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就麻烦您对着屏幕帮我点赞呗。您的每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感谢您了，感谢您。我们将四季豆翻炒至彻底的成熟入味以后，接着再往里面再添加少许的油，然后再继续的将它翻炒几下，把它翻炒均匀，给它炒出锅气，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闻着就特别有食欲。好了，就这样，这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四季豆炒腊肉就这样子做好了。最后我们将它关火，出锅装盘，接着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按照我这方法做出来，四季豆颜色翠绿，不发黄不变色，吃着脆嫩爽口，还特别的入味好吃。再搭配上腊肉一起炒，真的是超级的下饭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